大家好，我是 Elena，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今天要来分享我在去年经过1整年的时间，3级3审以后得到签证的经验分享。然后我今天一定要来小小抱怨一下，一开始就要抱怨，对，就是欧洲国家虽然看起来诗情画意，但是他们的大部分的公部门、移民啊、什么邮政啊、什么奇奇怪怪的，真的是夸张到个不行行政效率有够慢，然后各种缺资料啊，也不知道有什么资讯啊，然后接线生一问三不知啊，电话报线根本打不进去啊，审理速度慢得跟乌龟一样啊，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超常发生，也不是只有我。哇，知道你们一定觉得听起来超夸张，然后听起来也很精彩，我知道，但是好，话已经讲那么多了，我们还是要直接开始。对。好，我今天就会分成1个、2个、3个部分。前面2次是第一次拒签跟第2次被拒签，然后第3个呢是我最后终于逆转胜拿到签证的故事。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首先，第一次拒签，呢，在这个之前，我要来先小小的提示一下我们的背景。我的背景就是我老公是职业学生，没有任何收入，所以我们需要跟挪威的移民局证明说他的净资产现金不动产不行有超过移民局觉得2个人在挪威生活所需要的金额，这金额每年会变，所以你们可以自己上移民局的官网去看，或者是看我上一支申请签证的影片里面有讲。我那时候呢，就是觉得说，好，既然他说了要这个金额，我们2个都是学生嘛，要一段时间筹钱，所以我那时候2022年3月要申请，我2022年1月钱才到位，因为我信了他们说的，只要在2022年你要申请前，那个钱有到，审理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笔钱就好了。就是因为信了他们，所以我就被拒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移民署有一个规定，就是这个钱也要在户头里面放超过至少一个报税年度的时间，也就是我们假如今年要申请的话，去年资产结算的时候就要有足够的钱给他们看。更白话一点，他们资产结算日是每年的12月31号，然后报税的时间是在每年的3月初到3月底中间，不确定。今年如果要申请签证的话，我们就算今年1月1号开始有钱在户头里面，也会被拒签。这个真的超傻眼。然而，只要去年12月30号以前有这笔钱，早就已经到位了。然后只要撑过3月的报税时间，让这笔钱至少留在户头里面3个月，就可以拿到签证哦。我知道这个真的超傻眼，但我去年真的就是吃了这亏。本来是去年2022年年初申请，听了他们的，前2022年1月才到位，结果他们一看2021年报税的时候没有那么多钱，他就给我拒签。对，以上就是第一次被拒签的时候非常悲惨的一个故事。这个时间线听起来非常复杂，所以我用不记。后来我提出不服，上诉以后就是移到下一个层级。那我为什么提出不服呢？不服的原因就是在于说，我为了要证明我那里面的钱不是借来的，我还有附上银行的流水，包括资产的来源，然后什么切结书全部都签了，他们看都没有看。所以我觉得他们对我的证据全部视而不见，叫不完全审查，程序瑕疵，这就是我上诉的理由。然后这边简单的说明一下签证案件的审查制度是有3个审查阶段，每一个阶段就是接到拒绝以后可以上诉，总共有2次上诉的机会，可以前往3个省级。然后呢，2次审查呢，前2次就是由挪威移民局所谓的 UDI 负责，最后1次则是交由完全独立的机关移民的上诉委员会，叫 UNE， 它是一个类似法院的机构，超级独立，负责就是处理移民案件的上诉，他不负责第1审，只有上诉。好，接下来是第2次拒签的部分。我第2次呢，就是上诉以后，移民局用一模一样的理由，就是拒签我，因为他就说你的钱还是不够啊。因为我那个时候2022年，他第2次审查的时候，我还在同1年内，所以他又给我去查到2021年的钱，因为对他们就是这样子。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去查那个，我没办法帮他们找理由，但对。我那时候看了一下我第2次就是拒签的时间，发现说，其实已经2022年年底了。那我其实如果他2023年他最后 UNE 审的时间可以赶上我2022年的那一年
资产总结清算的日期，然后他又不会在2023年的3月前审我的案件的话，其实我是很有机会在 UNE 的时候逆转胜的。所以呢，我就赌了一把，我觉得 UNE 一定不会在2023年的3月以前审我的案件，所以呢，我就决定又上诉一次，因为反正上诉也不用钱嘛。对，这就是我第2次上诉的理由。然后呢，最后就是终于逆转胜啦，是3审以后才拿到逆转胜哦。UNE 就是终于有做出正确的审判，虽然我等了超久，但是其实我要感谢 UNE 需要6个月审案件的这个规定，不然的话他们太早审，他们就会跟 UDI 一样，觉得我2022年前就是不够，所以我很感谢他们要审这么久。对，真的是很感谢我的好运气。这个3级3审的审理，我也必须要跟你们讲，大部分的人不可能翻案的。我当时有问过警察跟各种的机构啊，还有问过别人，我也有朋友他们自己有3级3审过，全部都不行。最后1级翻案，这个真的基本上就是奇迹，所以我真的很感谢我的好运气。以上就是我这个案件的3级3审的所有过程啦。然后我自己在跟这些机构交手过程中，其实我还是有一点小怨言，就是我很明显感觉到这些机构多少对就是外来的移民还是有一种就是自己要来的就自己承担的那种感觉，他们就让我觉得很不好。甚至说连有一些就是以前已经申请过签证，然后可能也被刁难过的台湾移民，也会开始有一些就是自怨自艾的心态。像我之前有遇到一些其他的在挪威的台湾人，然后跟他们讨论那个签证案件的时候，我就有跟他们讲到说，我现在遇到的情况好像有点复杂，然后我觉得就是有点负能量。就他们居然说那是就是必经的之路啊，然后呢，你自己就是来到一个国家，你就必须要入境随俗，你必须要就是体谅，因为这个国家有很多的假结婚跟非法移民。我知道他们可能本意是安慰我是好意啦，但我听了以后我就炸了，因为我觉得说，移民的单位也不过就是一个行政单位，连刑法都是无罪推定理论的话，他们一个移民的机关也能够对一个案件的申请人有这么大的裁量权，会不会有一点过分？我自己是站在法院角度上面的时候，我是非常不同意的。而且我真的觉得这种的态度真的，我的正职真的算还好。我在脸书的社团还有认识的人里面，他们真的都有等超过12个月或20个月以上的，就只是因为他们来自的国家，可能在世人的眼里面是比较多所谓的假结婚跟非法移民国家。这个让我就是觉得说，好像有一些移民局跟一些人的想法，就说好像挪威有一个什么神奇的大秘法 One Piece， 然后大家都来这边抢着当海贼王的感觉。但殊不知，其实在挪威的公民，他们的配偶本来就有跟他们同居义务，这是每个国家宪法应该都是有保障的。好，以上就是我小小的一个抱怨时间。我觉得移民真的要自立自强。很感谢，就是我在这次案子整理过程中有用到我以前所学的一些法律上面的知识，然后也包括我觉得我老公对我超级支持，真的超感谢。然后对我已经经历过这么难熬的阶段，终于就是拿到签证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这么一个完整的分享，希望有帮助到就是想要申请移民的大家。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在留言区问我。然后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有问题也欢迎私讯问我。好，那以上就今天的内容，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